建筑公司的设计师心中一直藏着田园梦，他常常想起小时候和阿公到田里自在奔跑的美好回忆。工作多年下来，他总觉得心里的缺口始终没有圆起来，于是大胆地辞掉工作，到南部找了一块地，盖起了香草园。这过程当然是有许多的挫折和辛苦，但是他认为，如果你一心只想要赚钱，就会失去了转业的初衷。用心的投入，耐心的浇灌，一定会种出幸福的香气。整锅鲜嫩鸡肉加入姜片腌制美后，神秘嘉宾压轴登场。这是里面的香草。用来制作天然香草冰淇淋的香草荚，也能和台味十足的鸡汤巧妙结合。香草荚加进去的时候，它可以去除一些肉的腥味，然后再加上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少用到一些甜的糖分，减少糖分的用量，那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健康。烤到外酥内嫩的香草脆皮烧肉，豪迈大块的香草猪肋排，诱人香气也是来自香草荚。香草荚是香荚兰的果实，干燥后能当香料使用。带籽的干燥香草荚剪成小段，还能研磨成香草粉。直接撒在猪肉上，用手来回按摩，腌好的肉就会带有清新香气。对料理一直都有一定的热忱，那因为料理其实是最容易拉近大家彼此的一个距离，而且最容易创造幸福感。因为热爱尝试各种料理，尤建华对这种香料情有独钟，因而投入栽种香荚兰。小时候就是在乡下跟爷爷一起生长，那等于说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爷爷。跟着爷爷到田里自在奔跑的童年回忆，一直藏在他的心里。前半生的他在建设公司当设计师，后半生想为自己而活，帮企业赚钱，其实都在帮别人服务，总觉得心里的那个缺一直没有圆起来。第二人生的梦想基地就是这座香草园，藤蔓上手指般细长的香草荚，仿佛在向他招手。有完成授粉的话，它的果荚一定会长起来，会变粗大。原产于墨西哥的香荚兰，在台湾是新兴作物，想让香料皇后适应这里的环境，挑战不小。不到3天，几乎快被吃光了，然后被什么吃光都不知道。像这个来讲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早斑病的部分，你发现的时候，就是要把它做剪除。怕有状况，得常常巡视，还得建立起预警系统。我们这边绝对大概有10几种，帮我们的园子做所谓的水分控管，然后虫害的一些观察指标。即使幼苗能顺利成长，想见到花开，还得再等3年。带我来看这块地，那个草长得比我还高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你到底看上这块土地的什么？可是等我再来看它的时候，整个草的土地，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把它这样除成现在看到这样现在的这个成果。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。原本只能孤军奋战，随着在医院担任护理长的太太退休后，他终于不是一个人面对整片未知。你看这个部分有没有？这一条太细了，那在这边已经造成太多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。我常常都跟他讲说，
不用想那么多，做就对了。既然你有目标、有想法，那我们就努力这样子。对，就一路就这样走来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很辛苦啦。可是回头看，再回头去看以往的那个日子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就是有时候必须要比较要省才会得啦。它的根系有没有？当它能够碰到土面，上面再薄薄的覆盖一点，然后它就这样子要靠着。如今只要在园子里剪下一小段头好壮壮的香荚兰藤蔓，就能直接扦插繁殖，这正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成果。趁着未完全成熟前采下的绿色香草荚，也得经过一系列登短廊的过程。我们采摘下来必须要经过那个清洗哦，然后筛选，然后再经过杀青。杀青的动作，让那个荚以让它当作是骗它已经成熟了，它不需要继续再生长了。好，就像鲍鱼一样，你要煮它。就是要让它用温水慢慢增加，让它到它熟成的一个程度，就会变得很好吃。接着，他用最传统的方法，让香草荚沐浴在阳光下，一天一天慢慢发酵，颜色渐渐变深，最后就会变成能作为香料使用的干燥香草荚。花香味比较明显的话，它的熟成期就不要太长。如果说希望它有比较像一些乌梅啊，所以一些巧克力啦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风味、木质调的味道，它就时间要拉了，可能甚至用年来计算。虽然同样是香荚兰的果实，因为熟成时间不同，会有不同香气，而且只要极微小的量，就能改变一杯咖啡的香味，这让他深深着迷。我把这样的一个行动定义这一个华丽的冒险，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料理上啊，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就连日常的咖喱饭，也能因为在咖喱酱中加入研磨香草粉，吃起来竟有甜蜜的巧克力香气。我是为了兴趣，我是为了生活来去切入这一块。那至于说能不能赚钱，我并不是把它摆在第一位，因为如果说那个方向和目标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可能万一赚不到钱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挫折，你就会开始，你就会失去反而更多。那我的心态是我处理这一块的时候，我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，它变成是我的生活一部分。耐心灌溉，梦想的果实终究会有成熟的一天，而这场华丽的冒险还在继续。